美国军事顾问就爆料了，说乌军将发起大反攻，而且战果将震惊世界。中国别想在俄乌问题上插手。说起来这事儿挺耐人寻味的，你就算这个事儿是真的，乌军要发起这个大反攻的话，那么乌军的作战计划那怎么是美国来爆料呢？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这近日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的美国顾问丹赖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个乌军将要发起一个大的反攻，就是所谓的春季攻势嘛。因为这个乌军现在是坚守这个战线把俄罗斯拖住了，拖得俄罗斯很难受，也快把俄罗斯拖垮了而且美国和西方大量的援助和训练了乌克兰的军队。你看这德国这18辆的豹二坦克，它也进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来这么一次这个大反攻。这大反攻它的攻势非常的猛烈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战果也将是让这个世界感到震惊的。而且这个大反攻很快就要发起，在4月初就要搞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的那个春季攻势要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之后那乌克兰将取得很大的战果和胜利。那这消息一出来之后这个乌克兰这边的反应挺有意思的。你看那个泽办就是泽连斯基办公室主任，他就对这个事情表示失望。他这个东西他不能泄密你就算是我乌军要有这么一个军事行动的话，那也不能从你这儿一下就把这个事儿给我爆出来这很显然是一种不满嘛。而再结合泽连斯基不久前他不是去这个巴赫穆特前线去视察了吗？视察的时候泽连斯基就表示这个仗真不好打，打得很艰难你看又缺乏弹药，人又不够那通过这件事我们倒是可以看出几点来，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不是将要发起这个大反攻，春季攻势到底会怎么样，现在作为丹赖斯他只是作为一个顾问，能把这个话就给亮出来之后，你可想而知他作为一个美国一个顾问所起到的这个作用所处的地位有多高，而且他也根本就不把你这个乌克兰摆在眼里边。这里边就是典型的一个舆论上的这么一个操作。当然它也是要有一个打气鼓舞士气的这么一个作用，但很大程度上它也是逼宫让你乌克兰你不能不打你还得来一手大的才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其实它不想停，当然更不能接受我们中国所提出的这种和平方案和和平的框架，因为这样一搞的话，美国就会失去主导权。美国在俄乌问题上它一定要有自己的主导权，就算是将来要出现一些缓和，要进行一些停停打打、打打停停这种局面的话，那也得是我美国来主导。还有一点我们注意到现在实际上美国在撺掇这个事情，他想把这个事情再升级。实际上你看英国去援助乌克兰的这些坦克里边会使用这个贫铀的穿甲弹，就使用这个贫铀弹这件事儿实际上是美国和英国在这边故意而为之的。你说至于给还是不给，到最后乌克兰又说我们不准备要了，是吧？它其实不是一个军事问题，它也不是一个武器和战术问题，他想用这个事情来引俄罗斯，把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给引出来，从而让这个俄乌冲突进行升级，这才是他们背后真正的目的。另外一个作为他们这个西方这边也希望乌克兰能够打出一点战果出来，这也是以后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砝码。不管你怎么说吧，这筹码多一点总没有什么坏处。实际情况是，对于俄乌双方来说，现在都很困难，你谁还能发动一场什么震惊世界的这种大反攻，获得这种震惊世界这个战果呢？其实都很难，尤其是乌克兰这边都说了嘛，乌克兰这边缺少物资、缺少武器、缺少弹药，连乌克兰的兵员现在都是吃紧吃得厉害。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这个俄乌冲突未来的走势到底会怎么样呢？这事态难料，任何现在说的这种大话，说的这种比较重的话都只能说这种话都是不太靠谱的。